新房装修，大部分业主都会选择封阳台，不管是改造成生活阳台，还是休闲区域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说到阳台封窗，目前有很多种形式，落地窗就是其中一种。它的优势是能获得最大程度的采光率，而且还能带来极佳的视野，可以说是在近几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。尤其是那种超大落地窗，确实很美，不仅颜值高，而且看起来也很上档次，因此几乎成为了很多高层住宅和别墅的标配。还有些人甚至把家里的卧室和书房也改造成落地窗。但是大家发现没有，现在装修选择超大落地窗的业主越来越少了，而且还出现了之前装过超大落地窗的人都有些后悔了，很少建议别人装的情况。那曾经红极一时的超大落地窗，为何如今会跌下神坛失宠了呢？其实原因也很简单，都知道落地窗颜值高，但安装落地窗的同时也暴露了很多弊端。如果你家也打算封阳台做超大落地窗，不妨先了解一下落地窗这些缺点再做决定。一、存在安全隐患。落地窗的玻璃面越宽大越好看，视野也更开阔，特别是超大的落地窗，好看是好看，但同时牺牲的就是安全性。目前来说，市场上大部分落地窗一般都是采用中空的钢化玻璃。咱们都知道，即使是钢化玻璃也存在自爆率，一般是在3%左右，这就意味着1000块玻璃会有3块随时可能会自爆。而且你要知道，玻璃面越宽越大就越不稳定，长久使用下来越容易出现弯曲变形的情况，甚至发生爆裂。其次，玻璃面积越大，要承受的风压也就越大。大风天可以说对装落地窗的住宅特别不友好，相信住在北方和沿海地区的朋友会深有感受。特别是在北方，可以说一年四季都在刮风，春夏东南风，秋冬西北风。而沿海地区最怕的就是遇到台风天气，刮大风的时候会造成整面玻璃的落地窗晃动，看着会让人感受十分危险。另外，因为窗框结构不稳定，安装不规范，也会导致大落地窗的抗风压能力下降，从而影响整体的安全性。二、隐私性差。其实大家之所以会选择落地窗，无外乎是想拥有整面的宽阔视野，能够最大程度上观赏到室外的景色。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存在的，落地窗拥有超大的玻璃面，可以说成也在此，败也在此。因为一整块的大面积玻璃更容易暴露隐私，特别是住房楼层比较低的，可以说几乎是毫无隐私性可言。半面墙的透明玻璃会将屋内的状况暴露无遗，别说隐私性，连安全感都没了。尤其是晚上屋里开灯的时候，外面会看得一清二楚。如果选择拉上窗帘做隐私保护，那么自然它的优势就不在了。三、通风和保温也受影响。落地窗因为玻璃面积足够大，虽然采光率变大，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不便于开窗，所以通透性因此会受到影响，也就是说室内的通风性会大打折扣。而且超大的落地窗为了整体的美观性，往往会采用不合理的开窗位置，这也室内的通风效果变差。所以一般选择超大落地窗的家庭还需要增加额外预算安装新风系统，来改善室内的居住环境。另外，超大的落地窗虽然都是钢化玻璃，具有较好的隔热保温性能，但相对于密实厚重的墙体来说，保温隔热性能还是要差很多，所以就会造成夏天热冬天冷的情况。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，要接受大量的太阳辐射热，这就会让室温迅速升高，造成室内的闷热感。而在冬季的时候，因为冷风会吹到室内，又会造成室内温度下降。四、后期不容易清洁。大面积的落地窗美是真美，但是很多人一想到日后清洁问题就开始摇头。试想一下，那么大一块玻璃，想要长期保持窗明几净的难度可想而知。如果是面积稍微小一些的落地窗，还可以通过一些工具解决，虽然麻烦，但至少可以做到清洁。但是大点的落地窗就没有办法了，即使借助工具都深不到位，外层中间区域根本擦不到，只能请专业的保洁公司定期去做清洁，但每次费用至少又要花掉大几百。五、成本价格太高。超大落地窗虽然好看，但成本造价也出奇的高。它的造价不仅仅是玻璃自身的价格，厂家还要把额外的安装和运输、质保这些费用加上去，价格自然就高了。玻璃越大，安装成本就越高，尤其是高层住宅的落地窗安装，相比低层会更麻烦。如果玻璃面积太大，一般正常的电梯是进不去的，就需要用吊车吊装，而吊车的运输费用也比较高。另外，玻璃面积越大，厚度要求越大，相应的生产成本就越高。
普通窗户一般厚度达到5毫米就够了。落地窗因为玻璃面积大，用的大多数都是8毫米的钢化玻璃，价格自然要上升。如果采用的是夹胶玻璃，价格更是要翻倍。而且因为玻璃面积大，同时重量也增加了，因此相应的型材厚度也要达标。比如说楼层高于15层的窗框至少得用90的型材，壁厚要 1.6 毫米以上，价格也就涨上去了。所以综合以上这些各方面的成本，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。一般来说，就算是安装小阳台的落地窗，花费至少也要在3-5万元以上。最后再来总结一下，综上来说，超大落地窗颜值高，视野开阔，景观好，确实没得说。但超大落地窗它不好擦洗，不够通风透气也是事实。关键是价格太贵，是阳台普通封窗成本造价的好几倍。在我看来，现如今选择做超大落地窗的家庭，通常都是经济实力雄厚，而且不是观景房就是江景房，家里再做个新风系统，再弄个擦窗器，安排的妥妥当当。如果咱是普通住宅家庭，外边风景又没那么好的话，建议在自己的预算范围内选择性价比高的普通封窗就够了。什么是壁挂马桶？其实壁挂式马桶就是把马桶挂在墙面上，所以也叫挂墙式马桶。与传统的落地式马桶相比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无地面的卫生死角，而且安装后简洁大方，颜值颇高，因此也非常受年轻人的青睐，近些年可谓是红极一时。客观上来讲，壁挂式马桶确实有它自身的优势，但现实情况是，有不少装过壁挂马桶的人都有些后悔了，甚至很少建议别人装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为什么风靡一时的壁挂马桶会跌下神坛，不受大家待见了？其实在我看来，原因也很简单。都知道壁挂马桶颜值高，易清洁，但却忽略了壁挂马桶的缺点。如果你家卫生间也打算装壁挂式马桶，建议你不妨了解一下它的这些弊端再决定。一、造价高，款式少。虽说壁挂式马桶颜值高，但成本造价却出奇的高。市面上普通马桶即使买个大品牌，不过才1-2千元，但如果是壁挂马桶，价格至少要贵1倍以上。而这还仅仅是马桶自身的价格，还不包括后期安装和砌墙的费用。其实壁挂式马桶与普通马桶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暗藏式水箱，比算不上什么高科技，但一些国外牌子动辄大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售价，简直是暴利，溢价太高了。而且因为壁挂马桶目前还不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，所以选择的款式也比较少，一旦后期坏了，型号升级，配件也很难买到。总体来说，壁挂马桶市面价格至少在5000元以上，再加上少则几百，多则上千的安装费用以及后期的砌墙成本，综合算下来，价格确实不菲。所以这也是大多数普通家庭不选择壁挂马桶的主要原因。二、冲水噪音大。有些人会说，壁挂式马桶的水箱是预埋在墙里，所以它的隔音效果好，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。但其实马桶的上下水声音并不大，反而是它的冲水噪音才是咱们更应该关注的。要知道，壁挂马桶是墙排的，所以马桶必须是直冲式。用过直冲式马桶的人都知道，它是靠高水位、大冲力把污垢冲走，所以它冲水时的噪音声特别大，并且一些较轻的污物漂浮在水面的话，会有冲不下去的情况。反观落地式马桶，大多数是虹吸式的冲水方式，不仅冲水噪音小，静音效果好，而且还不会反味，冲水效果也是没话说，即使扔10几个乒乓球在上面，一样能吸进去。三、并不省空间。很多卖卫浴的厂家宣传说壁挂马桶更省空间，其实根本就是个误导。虽说壁挂式马桶的水箱是安装在墙里的，但实际上暗藏水箱的面积也是从你家卫生间里挤出来的，所以表面上看似省空间，其实只是个错觉而已。就拿壁挂马桶的水箱尺寸举例，普通水箱的高度也至少在90公分左右，其实马桶墙壁的宽度也要65公分以上，墙体厚度在20公分。除此之外，墙体外的马桶自身的尺寸一般也在55公分左右。再来对比一下普通落地式马桶，它的宽度一般为40公分左右，高度80公分。所以大家不难发现，安装壁挂式马桶反而更浪费空间。四、舒适体验差。壁挂式马桶区别于普通马桶，它是悬挂在墙面上，所以从使用上来说，肯定没有落地式马桶有安全感。
虽说它理论上可承重400斤的重量，但对于一些身宽体胖的人来说，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心理负担。另外，壁挂式马桶还存在安装高度问题，安装高度太低的马桶下面卫生不好清洁，也失去了壁挂马桶的意义。但安装位置过高的话，对于个头矮的人使用上就不太友好了，因为坐在马桶上面需要踮脚，或者干脆双脚离地。短时间还好，如果上厕所时间长，必然会很累，甚至出现腿脚发麻、站不稳的情况。所以，如果家里有老人或小孩子的，出于安全和舒适性考虑，真心不建议选择壁挂式马桶。5、后期维护麻烦。壁挂式马桶至关重要的缺点就是后期维护维修困难，马桶的水箱用久了，可能会出现开裂、漏水等情况。如果是普通落地式马桶，维修起来比较简单，即使修不好，大不了换一个也非常方便。但如果是壁挂式马桶，出现水箱漏水、水件松动的情况，维修起来就是个大工程，搞不好还需要砸墙维修。虽说壁挂马桶在安装时也会留一个检修口，但封起来的马桶维修难度可想而知。另外，壁挂式马桶不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，所以对安装技术较为成熟的师傅也少之甚少。综上所述，壁挂式马桶颜值高，地面卫生好清洁，的确是它的优点，但成本造价高，后期难维修也是不争的事实。而且，相比于落地式马桶高出那么多的价格，体验感不仅没有很大的提升，反而还降低了舒适感与安全性。当然了，除非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你家排水的卫生间想要做马桶移位，那么壁挂式马桶是首选的解决方案。否则的话，从实用性的角度，还是推荐大家选择普通落地式马桶。